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说起娱乐圈卖萌小能手，除了赵丽颖，其他人都不能让人信服。要说娱乐圈卖萌，真的除了赵丽颖，其他人都不能让人信服啊。因为先不说颜值，即使是赵丽颖的小手都能超级卖萌啊。赵丽颖卖萌的功力有多高？因为她先是火了一个赵丽颖是捧脸，可想而知，鸡萌应该已经不容否认的成为赵丽颖的专属标签，哈哈哈。反正小编没有看到在这一点上还有比得过赵丽颖的。但要仔细说起赵丽颖的萌，她的手可是和她的脸一样精彩啊。近日赵丽颖出席某活动现场的时候，嘟嘴卖萌，示范碧瑶做，但看到她的手指头，哈哈哈，短短的瘦瘦的，竟然被秒了。其实要说她的手有多好看，倒是未必，但短短的小小的，就是给人一种很乖的感觉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看她比剪刀手的时候，都好想给她每秒比一个心啊。记得她比剪刀手最经典的镜头是在花千骨里，简直萌炸。这手指头搭配大大的圆溜溜的眼睛，艾玛，要不要这么惹人爱？就算换个剪刀手的姿势，把短短的手指头横起来，也还是那么鸡萌。哈哈哈，感觉发现这个亮点之后，再看他这张美背照的时候，眼神不自觉盯在了他的手上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一双拥有短短手指头的手都是自带萌点的。比如林允，同样是手指头不修长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是这么大。估计林允看到赵丽颖的手萌成这样，她要哭吧。最后送你们一个颖宝宝式手动比心压压惊。赵丽颖不灵了，幸福到万家还未播出就差评不断，演技被吐槽。幸福到万家从拍摄到现在一直都备受关注，由实力派演员赵丽颖和罗晋主演，如今这部剧也传来了过审的消息，马上就能定档播出了。幸福到万家也可以说是一部现代题材的大女主戏，讲述了一个名叫何幸福的姑娘在事业与婚姻、爱情与亲情的多重考验下不断成长的故事。现实中的赵丽颖活也是一个何幸福式的人物，作为农村草根出身的赵丽颖，通过自身一步一步的努力，才能在娱乐圈拥有如今的地位。虽然感情之路不算圆满，但是有了孩子，也算是收获了幸福。不论什么时候，赵丽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，因为这是她的底气。这样的赵丽颖难道不是现实版何幸福？成名之后的赵丽颖也没有避讳自己的出身，还会力所能及地为家乡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但是这样的赵丽颖也避免不了负面舆论的攻击。幸福到万家都没播出，预告片一曝光，赵丽颖就遭受了很多负面评价。有说该剧必扑街的，有说制作粗制滥造、占用公共资源的，还有的人评价起了赵丽颖的演技，说赵丽颖演技浮夸。赵丽颖的演技都叫浮夸，那我真不知道还有哪个演员演技不浮夸了。人红是非多，赵丽颖也是如此，优秀总是容易被人嫉妒的。总的来说，赵丽颖的转型之作《幸福到万家》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大家会看《幸福到万家》吗？有匪，你虐你的。裴允用自己的方式填住，在谢允为救阿匪动用内力，施展推云掌的那一刻，就真的开虐了。谢允因为爱，所以逃。孤身一人的谢允在长街上，在酒店中，瑟瑟发抖，孤冷而无望。他在躲避，又似乎在期盼。那个风流俊雅，总喜欢勾起嘴角魅惑一笑的英俊少侠，似乎不见了。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一个佝偻病夫。我们似乎可以清楚看到，生命正在从他身上一点一点的流失。那样无望的孤冷里，阿匪出现了，一身清冷孤傲，还有藏得不太好的焦虑、愤怒。拦住谢允的时候，他眼中含泪，满脸杀气。他承认是自己委托了行脚帮的人找他。谢公子那张了无生机的脸突然失去表情管理，
虽然只是极微妙的变化，却足够我们看明白，那是一种窃喜，被心上人重视的窃喜。谢允又是悲伤的，他是南刀后人，有助大好前程，而自己不过是苟延残喘的短命之人。他对自己说，何必耽误他？所以他依然惦记住逃走，因为太爱，明白自己不能给予幸福时，宁愿抽身离去。哪怕霓裳夫人曾劝他，你以为的好，不一定是人家想要的。是啊，我们常常以为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彼此好，却没曾深究，那是不是对方要的。因为爱，所以所。确认谢允身中透骨清之毒，阿斐的渲然欲滴，那种近乎心碎的悲戚，竟染出了荧幕。但他是阿斐，不服输的阿斐。他擅长的不是自顾自伤心悲泣，而是开战。哪怕这一次的敌人是似乎无解的天下剧毒之手，哪怕每个人都告诉他他赢不了，他也不在乎。总是要拼一把，总是要试一试的，就算最后真输了，也不后悔。打仗之前得先看好了谢允。于是阿斐向霓裳夫人借来一把锁，能把山川剑和南刀里针锁在一块的高品质良心锁。谢允被锁好的姿态堪称曼妙，可惜的是再坚固的锁也挡不住谢允想逃跑的心。他果然成功骗过李胜，跳窗而逃，但早已跟助他学坏的好徒弟阿斐早举一把刀等住他呢。被惹恼的周女侠笑眯眯给谢公子换了一个更高难度的上锁姿势。被锁好之后的谢大公子，如同一个向大人讨好卖乖的孩子，露出最巴结的笑容，跟周女侠热情道晚安。逃跑这条路算是堵死了，能正常走路都不容易啊。因为爱，所以默契。看起来似乎放弃逃跑的谢允，又开启讨好周女侠模式，尽心尽力亲力亲为包松子，满脸巴结地给周女侠。原来是央求周女侠带他去灭煞大会玩一玩。裴允的出行惊呆了一街人，少年英俊，少女明丽，一双璧人，走的却不是执子之手路线，偏是手靠手路线。这俩在大街上秀完恩爱，去了灭煞大会还不得闲。听了霍连涛对海天一色的解释之后，阿斐一不留神暴露了自己对杨锦编谎话的事实。看杨黑叹极了，阿斐还偏偏与谢允心照不宣娇俏一笑，简直不能更甜。无辜被骗上船的杨锦一脸黑线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怎么就逮住我骗？可他还没来得及发脾气，就被李岩的口出恶言吓老实了。李岩的恶言是：小心我放蛇咬你。心疼杨锦1秒钟，他说的没错，48寨的人太坏了。不是逮住谢允那样的老实书生欺负，就是逮住杨锦这样实诚的刀痴欺负笑哭。因为爱，所以霸道护符。阿斐感觉到谢允的不对劲，问明白那所谓中官正是谢允的杀父求人，钱淬利索便转身，我去替你杀了他。那坏蛋武功高，武功高怎么啦？武功高就不报仇了？不去报仇，将来九泉下无颜见父王，那不就接了动手？欺负谢公子就是欺负我阿斐。谢公子是我阿斐的人，只有我能欺负，我能揍，我能让他伤心，其他人谁招惹他谁就等住挨刀，管你是天王老子还是阎王爷。当然动手之前先救那个总惹事的熊孩子三皇子。阿斐这会儿还没忘宣誓主权，白先生你管好三皇子，谢允是我的人，我管就行。谢允小公子又开始偷笑了。